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obber。你知道就算被控场也是可以放重击的吗？你知道河蟹视野该如何避开吗？你知道越塔和解线的时机点吗？今天就来告诉大家打野的13个小技巧，打分从细节做起，上精英都不是问题。本部影片由基本知识到进阶观念，打野怪适时拉野怪。拉野怪的主要用意就是可以让你在打的过程中走向你的下一滩野怪，可以节省不少时间。我们来看看差别。差了将近5秒钟，切记不要为了拉野怪而拉长到你的补攻时间。自从野怪攻击距离被改短之后，拉野怪也会变得容易更多了。这次打野的基本功一定要练好，可以减少你不少的刷野时间。重击留到最后一刻再释放。不管你是在刷野怪或是吃大型物件，请把重击留到最后一刻再使用。重击可以直接性的造成伤害。如果今天你在吃野怪，对面偷偷的摸进来，你不知道，而你已经使用了重击，对方可以很轻易的把你的野怪抢走。吃大型物件的时候，也可以稳稳的拿下来。所以养成好习惯，重击最后一刻再释放。打先锋的时候，不要让它贴到墙壁。众所皆知，在打先锋的时候，他会隔一定的时间张开他背上的眼睛，这时候在他的屁股进行普攻会造成大量的伤害。但是当他贴着墙壁时，你是无法打到的。如果你今天是隔墙吃先锋，很容易遇到这种情况，所以稍微把它往外拉一点，就可以完美的解决。反野的时候，注意自身位移技能。当你想要反对方野怪的时候，切记一定要留着你身上唯一的位移技能。万一对方来防守的时候，你也比较好逃跑。举例，李信的 W、螳螂的 E、卡密尔的 E， 这习惯养成好，会大大降低你的死亡率。河蟹的取舍，河蟹是属于中立野怪，在前期很容易因为争夺河蟹而发生碰撞。在决定要拿哪一只河蟹之前，可以先优先判断中路的兵线还有状态，再去判断边线谁有线权。如果说中路状况不是很好，那我觉得可以选择做交换。如果是有优势或是平局，可以判断哪个边线有优势，往那边去打。但在排位中，很常遇到队友有优势不支援的情况。这边我提供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法：先疯狂ping支援信号，如果队友没有要来的意思，就放掉，转头去吃另一只。不要为了河蟹掉人头，会对前期的节奏有很大的影响。就算双河蟹都掉了，也不用紧张，自家6滩野怪都要吃到才是最重要的。优势时反敌方野怪可以留最小只的。当你取得小优势的时候，可以入侵敌方野区，像是石像、三狼、四鸟这种有小只的野怪，可以不用吃完故意留最小只的给他，这样他的野怪就不会进入重生冷却时间，而敌方只能拿到最小只的经济。这招最主要的做法是为了扩大优势，断绝敌方的经济来源。我相信玩打野的玩家看到自己的野怪剩最小只的，基本上都会觉得很靠北吧。接下来进入进阶技巧，比较偏向道具的使用，还有兵线的判断，稍微有点复杂，但是你只要了解其中的原理，一定会大幅提升你对这游戏的理解。不管你玩什么位置都是一样，帮队友解线，但是不要吃到兵。兵线这门学问在激斗峡谷是很重要的。解线的时机，我整理出以下这3种最常见的状况：一、被对方控线在塔前。我们来看以下这张范例，对方把兵线控制在他们的塔前面，假如队友上去吃兵会被 poke 或是被 gank 的风险，这时候打野就可以考虑去破坏对方的控线，把兵线强行推进敌方塔下，形成回推线。
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吃完整波的金钱跟经验，并且有回补的空档时间。2. 队友状态不好，需要立即回城。假如完成了一波成功的 gank， 或者是队友血量不健康，必须马上回补。这时候如果留他一个人在线上清兵，对方的打野会有很大的几率冲出来收头。这时候解线就可以起到很大的保护作用，安心吃完兵，安心回城。3. 有明确的方向，可以带着中路跑线。身为打野，如果你前期有很明确的进攻方向，或是你玩了一个前期碰撞很强的角色，像是李信配上阿里这种组合，就可以考虑帮中路清线，带着他越塔或者是入野等等，尝试更多更激进的打法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说，要怎么判断越塔的时机呢？接下来下一个观念讲的就是越塔时机判断。越塔时机点判断，越塔要考量的因素实在太复杂了，听完你可能会想删游戏。讲太多反而会带来反效果，所以我教各位最基本的4个判断方式。1. 观察兵线，所有的越塔几乎都围绕在兵线的状况。当你的兵线大于对面的兵线2到3支，就是你可以考虑的点。当然带有炮车是最好的，因为兵线会越积越多。进塔后，对面如果普攻我们，他不只要吸收我跟队友的伤害，还有小兵的伤害。反之，如果你发现队友的兵线是被对面大波进塔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考虑去旁边反蹲对面打野，或者是上一个观念讲到的解线。2. 观察状况，这个比较好理解。对面如果半血以下，在塔下硬要吃兵线的话，二话不说，不用蹲点，直接光明正大的走出去，就是一种老子在你面前，你敢吃这波兵，我就把你杀了。他如果硬要吃，就杀他；他如果不吃，他就亏兵线。基本上他这样已经登出游戏了，这也是我在直播中很常用的技巧。3. 角色判断，那种自保能力强、控场多的角色，越塔时都要特别注意，像是盖伦的 W、纳蒂鲁斯、瑞空、剑姬等等，最好等他们的关键技能都缴掉再做击杀。4. 敌方打野位置，你不可能每一个时刻都确切知道打野的位置，除非你很明确知道，不然当你在做越塔的时候，都要模拟对面打野在旁边的情况。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留好你的关键逃跑技能，像是李信的 W、螳螂的 E 等等。回家的位置，回城请养成好习惯，在安全一点的位置回城，不要懒惰，多走几步，不然你被对方断到回城就是掉节奏点，可能觉得小事情，但是影响却很大。扫眼的使用，这边提供几个比较容易出现眼位的地方，以下影片来演示给大家看常用扫眼的位置。Feel so alive. I've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. It must be you and I. It's got me thinking about us more. It's these bright lights that put me in a daze, and I can't stop. 如果扫到一般眼睛，对方会直接消失视野。如果是睁眼，并不会消失视野。没视野的范围，如果被照到，会有红色的形状，可以判断是什么东西，但是对面不会发现你照到它。扫眼者开扫眼，队友如果打掉一般眼睛，两个人都会获得30块的金钱。睁眼只有击杀者会。被针织之花照到的野怪会残留视野，不知道这算 bug 还是官方就是要这样。眼睛如果被照到，会显示到眼睛不见为止。再来是野怪会持续一段时间才会消失，但是英雄消失的是最快的，所以当你被照到的时候，你刚好在吃野怪，小心对方还是都看得到你吃到剩几滴血哦。河蟹视野贴墙是看不到的，河蟹的视野贴着这个墙走，对方是看不到的。当你头上出现眼睛，代表被看到了。这边过墙偷吃对面也是看不到的，除非你把招式丢出去。被控场或是晕眩也是可以放重击的。各位朋友们，被晕眩、击飞、沉默还是可以放重击的哦。
上13个打野小技巧，帮助各位上大分。养成好习惯是非常重要的。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 Cover， 我们下次见，各位拜拜。